今天呢，花了点时间，请了各位大佬来给我站台助阵啊，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有趣的80后程序员，真的是一个保障博主，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带来人工智能的知识分享。不卖集成包，也不卖课，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赶紧关注一下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数字人的效果啊，当然你可以叫数字人，当然也可以叫高仿名人。那大致呢，它需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从网上找到一些原始的视频，然后呢做一些裁切的处理。那这儿我全部把它处理成了832×480，因为我后边会用 WAN 来生成视频。那生成视频呢，我们这儿会用到 WAN 2.1的这个图声视频的技术。因为 WAN 2.1相对于混元来讲呢，能够比较高的保证人物的一致性。然后再往下边呢，就是语音合成的部分。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语音克隆。那我这几个重点其实是在讲这个语音克隆。那你会发现这个克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它的语气、音色啊，这个与环境的这个融合都是非常棒的。那这个待会儿我们详细来说啊。那最后呢，就是一个对口型的过程啊。那我这儿用到的是 Latent SYNC。那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各个技术细节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那我大部分的流程呢，还是在 Running Hub 上去做的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的第一个工作呢，当然是图声视频，我这儿采用的是 WAN 的 2.1， 大家看一下。WAN 2.1 的图声视频技术呢，是能够非常准确的保持人物的一致性的，相对于混元来讲呢，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啊。那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把它的这个分辨率呢设成了832×480，当然这个呢我是在 Photo 里边做过处理的啊，就是我把它裁剪的这个大小呢也是832×480。这儿我呢用了一个 LTSV 的这个提示词的增强器啊，然后我给了它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其实意义不大，我只是希望比较好能影响它，就是重点它还是靠这个 image prompt 啊来获得这个完整的提示的。然后再往下边的话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图声视频的工作流。我这儿呢并没有用任何的视频加强技术，包括 Enhance Video， 包括 Freestar 啊，包括 Sage Attention， 包括 Skip Layer， 这个我都没有用，因为呢我希望它能够比较好的来保证这个什么这个人物的一致性，所以说呢我这儿只用了 Tcache， 然后这儿有一个视觉编码器啊，将这个图片进行编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采样生成我们的视频了。这儿呢，我依然采用的是20步采样 ，CFG 是 6.0 啊，UniPC 的采样器，然后 Simple 的调度器，大家看一下效果，这是刘德华这个的。那这是鲁豫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就是说他这个人物不会变形啊，你非常清楚的能够知道这个人物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人物啊。有的他一开始动起来之后呢，这个五官就变了啊，这个就比较麻烦。这是周董，这是马云。面部的保持或者是面部的一致性都非常的棒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来生成音频，这个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说过的。那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叫 Spark TTS。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它在 GitHub 上的页面，它是由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机构联合起来做的一个这个什么TTS， 也就是语音的这样的一个生成器。那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注意啊，这个 Spark TTS 是基于千问 2.5 的，所以说是利用了这种大语言模型这个也是语音合成的一个趋势啊，就是会利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特点或者它的优势啊，来增强这种效果。所以说呢，就使原来的这个复杂的生成流程呢变得比较简单。另外就是支持零样本克隆，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去微调这个模型啊，其实它内部应该也是有一个微调过程的，但是从我们使用上来讲，你是感觉不到这个操作的。所以说呢，它就可以支持语言和语音之间的无缝过渡，然后支持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目前呢是支持中英文。当然它新版本说支持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其实呢目前比较好的就是中文和英文，能够以非常高的自然度和准确性来合成这种语音。这就是它基本的这个效果。如果大家用的话，大家肯定不会用这个库啊，我们是用这个东西。这个呢是1038 Lab 研发的一个 ComfyUI Spark TTS。你要注意 Spark TTS 在 ComfyUI 上的扩展呢其实很多，最起码你在 ComfyUI Manager 里边呢大概会看到2个。大家打开 ComfyUI Manager， 如果我们现在点一下 Custom Node Manager， 然后呢我们搜一下 Spark TTS，
那你会发现啊 ，Spark TTS 呢，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啊，一个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另外还有这个叫 MW 的这个。那我个人测试起来呢，还是这个更好一些。那我建议大家呢也是装这个。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安装啊，它的安装呢稍微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要是用Config Manager 去安装的话呢，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样子，你勾选那个，然后直接去安装就可以了。当然呢，你也可以手动安装。那手动安装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你需要将这个库给它克隆下来啊，用 git 克隆命令就可以。然后呢，安装需要的这个依赖包啊，或者叫依赖库。这样呢，我们依然是用 Python 的 pip 程序啊。完了之后，在哪儿可能会出问题呢？就是在这个下载模型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它这儿写了这个模型将会自动下载，下载到哪儿 ？Config Models TTS Spark TTS 放到这儿，然后它手动下载呢，它提示你要放到 Config Models TTS Spark TTS 杠 2.0 啊，这个其实还是有些问题的，大家还是放到这个里边啊。这个我建议大家手动下载，因为你要是自动下载的话呢，可能会少一个 YAML 文件，然后它跑不过去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库，然后选择一下这个里边克隆，用这个方式就可以把整个的库给它克隆下来。那克隆下来之后呢，一定要注意 config.yaml 啊，这个一定要有。要是它自动下载，可能这个是缺失掉的，你在运行的时候可能会报错。所以说安装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在我们的 config 然后 custom node 里边有你整个的这个包。Spark TTS， 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到我们的 Models， 然后呢 TTS 里边啊有 Spark TTS 0.5B，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注意啊，这个模型里边会集成千问 2.5 的这个模型啊，这个你不用管，因为针对你来讲呢它是一个透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TTS 是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的。那它的用法呢也非常简单，它一共呢就这样4个节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语音克隆。第二个呢是语音创建，那语音创建其实就是说用它内在的语音模型去创建语音就可以了。然后再往下边是一个这个 recorder 啊，就是主要是记录麦克风的或者叫录音的，这个我们一般用不到。再往下边呢是高级的克隆，这个高级克隆呢要配置的项就比较多啊，我们用的也比较少。下边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语音的创建和这个语音的克隆。那大家安装好之后呢，可以重启你的 config， 如果不报任何错误，这个就代表你这个包是安装好了。那我们先看最简单 Spark TTS Creator 创建。这个创建的话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放一个文本上去，随便放一个，然后你希望它是一个男生还是个女生，然后再往下边呢是这个音调啊，它有这个非常低的、低音的，然后中等的、高音的、非常高的，我们用一个中等的，然后这个速度也选择中等的啊，就是语速我们选择中等的，然后直接生成就可以了。下边我们 preview 一下，在前面可能看不到这个进度啊，你可以点开这个，在控制台里边呢，我们可能能看到一些信息。那已经完成了，所以说速度还是很快的。我们听一下啊。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这个效果非常的棒啊！我们来试一个这个男性的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是吧？那这属于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应用了。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语音克隆。语音克隆的话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克隆就行，高级的克隆我觉得没太大必要。首先你克隆的文本给它放到这儿，然后下边呢，你可以拽一个参考语音，我们上传一个就行，传一个偶像的啊，听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些成功的电影它都很真诚，而且很有生命力，它就跟当年的那个0号的那个一模一样。大家听一下啊，这个刘德华的声音的话呢，是我们从网上找的一段，他呢不见得是字正腔圆的啊，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声音。然后呢，我们下边来看一下它克隆之后的效果。大家点开可以看一下后边的进度，就这种扩展它会做的比较粗啊，就是不会有进度条，所以说你就得等着。而且它后台其实也没有太多啊，就是最后有一个结束。那下边我们听一下。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
大家听到这个效果啊，其实呢它不是特别的像，比我们给大家听的那个演示音频其实要差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呢，你这儿呢需要给它一个参考的音频，就是把这儿这个语音的文本给它。另外就是这个不要太短，你不要用2秒啊，你最起码呢，我觉得10秒左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不要太长。那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文本给它粘上。大家注意啊，这个文本是它的啊，是你参考音频的文本啊。我们听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些成功的电影它都很真诚，而且很有生命力，它就跟当年的那个0号的那个一模一样，对吧？那下边我们再来一遍啊。好，已经完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大家听一下啊，这个呢的确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下边呢，我们再克隆一个别人的声音，我们克隆一个鲁豫的。那我们先听一下这段语音。就你就看到一个一个数字，然后尤其是你有一段，你能够明显感到你处于一个瓶颈期的时候，你会想，哦，数字好冷静，但冷静的背后那种。下边呢，我们把它的这段文本呢也依然给它粘过去啊。你注意啊，这个文本啊对整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听一下。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非常棒啊！再来一个吧，我们来一个都懂的。同样我们将它这个文本给它粘过来。大家先听一下原始的音频。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但是也是压力蛮大的。不过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挑战。好，下面呢我们克隆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结果啊。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你要注意，他不单单是模仿他的音色啊，把他的这种发音的习惯，包括这种有特色的停顿啊，都能够非常好的描述出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马云的。同样，我们把这个文本粘到这儿，先来听这个音频。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你要深信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如果你坚信，如果你觉得有机会，那就往前走。好，下边呢我们克隆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一个男人只要他能抽烟喝酒有度，不沾染赌博，没有高利贷，不出去放纵自己，他就已经比大多数男性优秀了。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果啊。这儿我提醒你一句啊，就是说这种模型呢，它对于名人来讲有一定的倾向性。如果你去克隆自己的声音或者什么，这个效果呢可能会稍差一些。因为呢，在训练数据的时候呢，很多名人的语音是当成训练数据放进去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把它还原出来的时候，这种特点和音色呢都能够非常好的得到一个一个发挥。那如果你要是用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语音，那你去听的话呢，其实呢可能没那么像。但是由于呢，这个人们对于这种陌生声音的识别度不高，可能他就会觉得更像，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那一旦我们做出来了高质量的语音，那剩下的呢，其实就是去做一个纯形的拟合。这样呢，我依然用的是 Latent SYNC， 然后在 Running Hub 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这个工作流啊，非常简单。首先加载一个视频，然后加载一个音频。注意啊，在这里边视频的长度和音频呢没有必要保持一致，视频可以短一些没关系，但是你要注意啊，它的这个采样频率一定是25，这儿呢也是25啊，不叫采样频率啊，我们叫帧率。别的没什么好说的，按照默认就可以。好，下面我们听一下效果啊。有趣的80后程序员，真的是一个宝藏博主，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带来人工智能的知识分享，不卖鸡承包，也不卖课，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赶紧关注一下吧。是这样，我在国内平台里边都叫这个有趣的80后程序员，在 YouTube 上呢我叫 AI 老腊肉。但是最近呢，有很多人把我那个抖音上的那个视频整段的搬到 YouTube 上，然后那个名字也起名成叫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呢，我也会在第一时间收到这个侵权的一个报告，所以说呢，大家今后这样的事就不要做了。当然，我现在也考虑是不是要把 AI 老腊肉改成有趣的80后程序员。当然，我觉得这个意义也不大啊，或者说改不改都行。然后再往下边呢，就是混剪的一个过程了，是吧？这个你用剪映去剪就行了。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生成的这个效果。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真的是一个宝藏博主，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带来人工智能的知识分享。不卖集成包也不卖课，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赶紧关注一下吧。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棒的，我个人对这个效果也非常满意。所以说你会发现每个技术的点都非常容易实现啊，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制作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这个视频，用上这种语音克隆技术。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